对，是。哎，好，那先这样，哎，再见。你干嘛呀？在跟客户啊？是吗？尹建平，我回来了。马姐回来了，快！哎，这还你哎。我回来拿豆豆的小熊，再拿几件衣服。我帮你。不用。你知道我要拿哪一件？你真不打算回来了吗？你看看，这个家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你喜欢的风格装修的。拿完了吗？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回来的不是时候，对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不信你留下来，留下来随便找随便看呀。尹建平，你有多可笑，你知道吗？我快吓死了，我的心脏快跳出来了耶！行了，你赶紧收拾一下走吧，我想一人待着。那你早点休息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其实我也没你说的这么好啦。有件事儿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提。什么事啊？关于尹建平。你是想跟我说他外边有女人吗？我以为你不知道。其实我早就该知道。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回家拿衣服，他的表情特别紧张。我猜，或许那个女人应该在那儿吧。这么过分啊？这么快就把那个女人带进门了？但是我没有找，也不想找。这样也好，早一点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。对，这种薄情寡义的人，你还留恋什么啊？不如早点离了算了。我要等到证明我自己清白的那一天。你还要证明什么？为了这种男人耽误自己，不值得。值不值得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只知道人家说的那句话是对的。不要羡慕有钱人，也不要羡慕别人家的好老公。金钱就和婚姻一样，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属于你。那你恨那个女的吗？恨，特别恨。我还是看看别的表吧。好，我再帮您选其他的，您慢慢看。那不是建平和胡丽吗？你干什么呀你？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把我这么贵重的表摔在地上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对不起啊，女士，我马上让人给您看看手表有没有摔坏。要不您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喜欢的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这儿的名表是从来不打折的，
今天我一定要给你优惠。这还差不多。来，小王，哎来，照顾一下这位女士。女士，这边请。好，净给我找麻烦。哦，小李啊，把这块表拿去让师傅检测一下。如果有什么损坏，就按制度办啊，照价赔偿。好的。我去吧。不用了，你明天也不用来上班了。真的是狐狸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今天下一位主角——博达公司尹总和狐狸女士隆重登场。狐狸女士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狐狸女士，尹总看这里，尹总这边，狐狸女士，看这边，尹总，介绍一下，请看这里，看这边，看一下这边，来，你好，看这里，看这边。好，各位媒体朋友们辛苦了。今天呢，是由我们尹总经理的夫人胡丽来为大家主持新闻发布会。谁让他这么说的？我让他这么说的，我本来就是你未婚妻。没事吧？你干嘛让他这么说呀？在那边。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尹总携夫人登台。豆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谁啊？妈妈呢？去找妈妈。爸爸今天有事，待会去找你啊。乖啊，你赶快去找妈妈，过去啊！待会爸爸马上去找你，好吗？快去找妈妈。先放手，先放手。抬起来，快点！干嘛呀你？狐狸！不，豆豆，放下来。小姐，这是什么？豆豆别生气，他特么这人就是你，看他，睡觉，你进房间吧。来。何洁，好巧，来，快，来，真够热，这种风头可不能放过啊！这哪对人打呀？豆豆，跟妈妈回家。狐狸女士，这才是怎么回事？你能说一下吗？狐狸女士，是我这么说的。豆豆，为什么要自己跑出来呢？你把妈妈吓坏了，知道吗？爸爸跟妈妈有些误会，我们最近不要去打扰他，好吗？是豆豆的爸爸，可是爸爸工作忙，他们在拍广告，你懂吗？
豆豆，答应妈妈，不要离开妈妈，也不要再做让妈妈担心的事情，好吗？妈妈不哭，豆豆也不哭，不哭。你还哭？哭什么哭啊？要不是你同意，司仪能这么念吗？我就是要让他这么说。你跟汪晴是过去式，我跟你才是现在进行式。那你得分场合呀！那什么场合？那么多的媒体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把我的脸往哪里搁？那我怎么知道他们会来？不是你叫他们来的吗？我让他们来，我吃饱了撑了的让他们来。那他们怎么会来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看这个烂摊子，这个烂摊子你怎么收拾？哎，人家为了你挨了汪晴一巴掌，你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，反而一直骂我，你一点都不心疼啊？你不自找的。还疼吗？我说了，只要你是真心爱我的，不管要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别说是一巴掌，就算是一颗子弹，我也会为你挡的。行了行了，你越这么说，越让我觉得自己不像个男人。哎，你别这么说嘛，是我不好，我原本想帮你的，没想到却坏了事儿。不然我去跟吴董说说看，说不定还有回转的余地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个吴董本来就对你不怀好意，我自己会处理的。况且我们已经签了合同，就算他想违约，也得付出一些代价。谁呀？我贝贝。他肯定听到些什么，快躲起来！来了。林夫人，你别来无恙吧？你在开我什么玩笑啊？你不是很忙吗？怎么会突然跑来我这儿？我就是想过来证实一下，跟尹建平去周庄的女人是不是你？是我啊，我认了，我都认了，怎么样？你怎么做得出来呀？你不知道汪晴跟建平是一家子吗？你跟汪晴10几年的朋友啊！我老实告诉你，我爱建平已经很久了。你无耻吧你！破坏别人家庭你还理直气壮了？起码我忠于自己的爱情。你问问看汪晴，她忠于自己的婚姻吗？她敢发誓豆豆是建平的亲骨肉。这件事情还没有搞清楚，汪晴她不是随便的女人，你别给她乱扣帽子。你对我不公平，我们俩都是你的朋友，为什么汪晴是无辜的，我就是无耻？你破坏她的家庭，横刀夺爱，抢她的老公，你不无耻吗？如果建平还爱她的话，我抢都抢不走。你明明就是趁虚而入啊！尹建平，你自己出来把话说清楚。还有说什么呢？你原来躲在这儿啊，哥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！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？是汪晴先背叛的我。你还有脸吗？我看豆豆就是你找的借口吧。早在你做那个什么亲子鉴定之前，你就跟他搞在一起了。周庄的照片就可以作证。你说那么多干嘛呀？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，我能干什么呀？我奉劝你一句，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。哎，你妹妹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招谁惹谁了？我让他进我屋子骂我。尹建平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汪姐，想开一点儿，
千万别钻牛角尖儿。你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10年，我们是10年的好朋友。这10年来，我一路的帮他，我帮他介绍工作的机会，关心照顾他的生活，我待他就像亲姐妹一样。可我怎么都想不到，破坏我家庭的，竟然就是他。你想开一点儿，你不是说过，能看清一个人，也不是一件坏事吗？其实她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狐狸精，在我眼里，她就是那种贪婪的女人，一旦嗅到有利可图，什么人都加以利用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傻呀？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。我怎么会傻成这个样子啊？就这样一直被他们蒙在鼓里。王姐，不是你傻，是你跟狐狸根本就不是一种人。他做的那些事儿，打死你你也想不到，你怎么可能又会发现呢？可就算我早发现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豆豆的亲子鉴定结果就是那样，我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。王姐，我觉得你特冤。豆豆不是尹建平的孩子，你又这么洁身自爱、清清白白，那豆豆可能是谁的孩子呀？豆豆该不会也不是我的孩子吧？不对，这不可能。现在什么事儿不可能啊？会不会是医院搞错了？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。哎，要我说啊，你也做一次亲子鉴定。我害怕，万一豆豆……你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不管什么结果，都比你现在不清不楚的要强，对不对？早饭吃饱了没有啊？好了，我们豆豆最漂亮了，去拿书包。简体要做详细的比对，大概需要5到7个工作日才能知道结果，到时候再通知你。吴董，这真的只是个误会。哼，你们年轻人真是太过分了！做生意怎么可以这样不择手段，连自己老婆都能出卖？我跟狐狸真的不是夫妻，我说什么您才能相信？要不这样，我把结婚证拿您看看。不必。好好的一场合作发布会，成了原配跟小三争风吃醋的闹剧，全怪你尹总没有把私事处理好。男人嘛，要偷吃，你先得学会擦嘴呀。吴董，还有，你们公司那个什么副总，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我不愿意跟一个老板自己都没有章法的公司合作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我们的合作终止，合约撤销。吴董，这合同都签了，哪能随便找个借口说不合作就不合作了？这大富集团也太没有诚信了吧？诚信？你还跟我谈诚信？那天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，你尹总跟明模假扮恩爱夫妻，欺骗社会大众，欺骗我这个合作对象，这些个都可以上报纸的头条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尹总要是聪明的话，最好自己主动撤销合同，否则咱们法院见。
发了那么多求职信，一个回复的都没有，怎么会这样？来了。大姐，你怎么半天才开门啊？哎，婷妮这屋子还挺好的。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来了？我有个客户就在附近，所以顺便过来看看你。这2天怎么样啊？还活着？你现在多自由啊！像我每天都忙死了，跟电动马达一样，一刻都不再清闲的。行了，别绕弯子了。你哥让你来的吧？看看我还怎么样，对吗？对不起啊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，可是你们几个都是我最亲的人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呢。这事儿是我哥不对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你又没错，道什么歉？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？被气坏了吧？换做是你，你会不生气吗？你都不知道，就在事发前2天，狐狸还打电话约我聊天呢。他不是不接你电话吗？说的就是啊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原来他是别有用意的。说是表面上关心我，实质上就是为了劝我跟建平离婚，真是太过分了，太可怕了！狐狸他怎么能变成这样啊？这事儿我觉得你打他一顿都不过分。喂，你好。汪女士，您好，亲子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，请您抽时间来本院领取。哦，好的。什么事儿啊？是一个应聘，让我去面试的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赶快去吧。王琴，你别再生气了，为他们俩置气真不值得。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我知道。放心吧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要和豆豆有尊严的活下去，其他什么都不重要。报告不会错的，你送来的2个简体可以100%确定彼此之间没有亲子关系。那豆豆又是谁呢？为什么会变成我的孩子？我的孩子呢？老天爷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？我的孩子，还我的孩子！你是谁的孩子？为什么一出生就会跟着我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芳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能跟我说吗？豆豆的化验报告出来了，豆豆和我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相信，可是报告上就是这么写的。等一下，豆豆不是你的孩子，也不是尹建平的孩子，那这孩子从哪儿来呀？我不知道，
我也不想知道，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哪儿。天，你能告诉我我的孩子在哪儿吗？王姐，你冷静点儿。那你还记得当时生产时的情景吗？记得，那是我跟建平结婚的头1年，我们住在工厂的家属宿舍里面。宿舍在郊区的一个小镇，提前了半个月，羊水破了，建平送我去的医院，大夫说要剖腹产，后来他们就给我打了麻药，再后来我就不记得了。直到第2天，一个护士抱了个孩子来，说我生了个女儿，就是豆豆。会不会是被人调包了？老板，你好，麻烦你想问一下，这有一个建安医院，您听说过吗？哦，这边原来是有一家建安医院，不过早就拆了呀。早就拆了？对对对。那现在搬哪儿去了？这个倒不大清楚。那附近还有什么人会知道吗？哦，原来住在这里的老住户基本上都搬走了。我要不是这家店的话，我也早搬走了。现在住在这边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后来搬过来的。我估计不大会有人知道。谢谢。我的孩子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要等着，妈妈就是费尽千辛万苦，也一定要把你找回来。你看这些花都开了，很美啊。你怎么没上班呀？我不想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正在学习怎么做尹总夫人呢。把你这个人照顾好是首要要务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你这几年在时尚界打那么好的基础，不去上班多可惜啊！我有你就够了，我才不想像汪晴一样呢，劳碌命，有福不会享。行了，我去上班了。那我今天把行李拿过来，开始我们的新生活了。你别着急啊，我这边还没离呢，过段时间再说吧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坐。为什么不接你妈电话？家也不回，老婆孩子不要了，连父母你也不要了。啊，这不是忙吗？再有，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们。那你还打算永远躲着不见面？出了什么事要想办法解决，躲是躲不出结果的。你不回家，怎么也得接你妈妈的电话吧？她担心你，知道吗？知道。
哎，小朋友，你怎么上来的？什么时候上来的？说话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儿啊？叔叔送你回家好不好？你说话呀！好吧，那叔叔只好把你送去派出所了哈。再见，再见，警察再见。老师，我们家豆豆呢？哎，我看见他上车走了。上车走了？喂，派出所？豆豆？对，这孩子患了失语症，不会说话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跟他母亲联系。好。喂，你怎么做妈的？怎么了？我刚刚接到派出所电话，豆豆在他们那儿呢。派出所？对，派出所。豆豆，以后不要随便的上别人的车，知道吗？你以为是爸爸的车你就上去了？豆豆，爸爸工作忙，以后不能来接你了，以后都是妈妈来接你。如果妈妈不来的话，一定不要出来，好吗？你的乖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这么热啊，这么烫啊！妈妈带你去医院吧，走。上车，小心啊！哎，王姐，医生怎么说？还没退烧的话，就需要留院观察。如果明天早上烧还不退，可能就要做其他的检查了。唉，可能是着凉了，都怪我没照顾好豆豆。你那天回来的路上，他就一直打喷嚏，跟你没关系的。小孩子感冒发烧都是正常的。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？那你自己行吗？没问题。那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点啊！放心吧啊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建平，你怎么连问都不问一句？豆豆为什么会在派出所？
他好不好？你也太狠心了，豆豆，毕竟你也养育过他那么多年，会一点感情也没有吗？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芳姐，芳姐，你来了。芳姐，给你带了一些早餐，赶快吃一些，然后你就回去休息，我在这就行了。你今天不是要上班吗？哎呀，没关系，请一天假就行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不是说自从我离开之后，沈冰一直在找你麻烦吗？找我麻烦，我怕他真以为他在杂志社说了算呢。别说大话了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原来工作是有多么难找。如果他不是特别过分的话，你就忍了吧。等我哪天找好工作，我一定好好的回敬他，把在他那儿吃的苦通通还给他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走吧。那你自己真行吗？没问题，放心吧。哎，记得吃早餐啊。那我先走了，走吧，拜拜。豆豆，你醒了？烧退了，妈妈去找大夫啊。建平啊，你记不记得上次在周庄的时候，我请来帮忙对付吴董的那个女孩米可？我觉得她不适合做模特儿，我劝她别做了。哎，你都没听我说话呀？啊？我说我想让那个女孩去干婚纱摄影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吧，反正这个事情你做主，我都无所谓。我先去个卫生间。原来还跟他藕断丝连。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特后悔离开汪晴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还让不让我吃饭？
豆豆，你知道吗？你住院这2天，妈妈是最辛苦的。妈妈一直在医院守护着你。你能出院，病好了，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妈妈。去亲妈妈一下。真乖。咱们吃蛋糕吧。想吃哪一个？哎，我去看门。谁呀？来啦！狐狸。哎呦，办 party 啊！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豆豆，是你生日啊？你来干什么？好久不见了，来看看你啊。你现在看到了，可以走了。光晴，我知道你还在为了建平的事生我的气。田妮，带豆豆去房间。豆豆，来，咱们回房间玩。你应该很清楚，你跟建平会关系破裂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豆豆。我跟建平是真的情不自禁，我爱他不是1年2年的事儿了，你应该要理解。而且事情都走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必须认清事实。你说完了吗？现在可以走了。我知道你跟建平在一起啊，2个都很不开心，很不幸福。出去！你放心，话说完了，我自然会走。我是来请你离开建平，成全我们2个。狐狸，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吗？回去对你的建平说吧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吴小姐，你还是走吧。你想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你缺德吗？走啊！我会走，我是好心劝你，要听我的劝啊！你的资历很好，我们真的希望你能来公司帮忙。可我们公司啊是小本经营，获利不高，给不起汪小姐希望的待遇。房东啊，我这饺子馆可赚的是蝇头小利啊，我一下子拿不出半年的房租来赔给你啊。你可别忘了，咱们是有合同的，你的租约还有半年才到期，现在你就要退约，哎，你叫我怎么办？你总得替我想想吧。真要是10天半个月的能租出去，那也就算了。你万一3、5个月我要租不出去，哎，那我就赔大了。你总得给我个说法吧。我要是有钱啊，我肯定会赔给你的。可眼下我真的是有困难了，那就到期再办。房东大哥，我老家真的有事，我必须要回去一次。你说我做的好好的，我干嘛不做下去啊？那这样吧，就近几天，我看能不能找人来盯一下。要是能找到，你就立马走人；要是找不到，我们再看着办。啊，谢谢，好，走好啊。求人不如求己。小板，钱在桌上。啊。先生，先生，老板。你是叫我吗？是。有什么事吗？刚才您跟饺子馆老板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我想承租您的店面。你说你想租？不知道您的房租是怎么算的呀？说实在的，你可不像是开店的人呢。不瞒您说，我也没开过店，这是第一次，所以希望您能够多多关照。好说好说。房租嘛，跟那饺子馆老板一样，1年10万。10万？这么多啊？多？那就算了。我看你也不像开店的人。等等，老板。老板，我真的没有什么经验，所以房租您看能不能少一点，或者让我1个月一付呢？豆豆，多吃一点，好长高一点，长快一点啊！田妮，我今天做了个决定。什么决定啊？我顶下了一家餐厅，而且预付了半年的定金。
啊？真的假的？我的样子像在开玩笑吗？你胆子可真大，开餐厅很不容易的，每天一大早买菜不说，晚上了还要等到没了客人才能关门，每天都要早出晚归的，那和在杂志社工作完全不一样。你可以吗？不是，怎么知道行不行啊？说来，这也应该是缘分吧。我今天去面试，又被拒绝了。出来的时候刚好赶上肚子饿，就想去对面的饺子馆吃点东西，结果没想到正赶上老板在跟房东说想提前退租的事儿。我看了一下，餐厅环境还算可以，我心里就在想，这会不会是老天爷要指给我的另一条路呢？后来就鬼使神差的把这个餐厅给租下来了。那豆豆也去看过了。今天接他的时候，带他去那儿绕了一圈。看来你是下定决心要开了。哎，开餐厅本来就是我的梦想。好，王姐，我支持你，祝你开店成功。哎呀，你看，豆豆也端杯了。豆豆，咱们祝妈妈开店成功。有你们的支持和祝福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成功！干杯！喂，你好，王小姐，我是今天要租给你店铺的那个房东，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哦，是房东，请讲。你今天要租的那个店铺的饺子店老板，他刚刚跟我通了电话，他说他不想退租了，还要继续做下去，因为我们是有租约的嘛，所以这个店铺我就不能租给你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是我的不对，所以我要跟你商量一下。正好呢，我手头还有个店铺也要外租，而且这个店面的条件可比那饺子馆还要好，而且周边的条件也非常的好，很有发展潜力。你看看是不是你考虑一下这个？哎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满意的。那租金是多少啊？这个店铺年租本来是36万，因为是我的不对，给你呢，我只收30万，还是半年一付，你看好吗？这个我可能要考虑一下。那好，不过你可要尽快，这个店铺有很多人都等着租呢。我知道，我尽快给您答复。怎么突然又这样了呢？一年要30万，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呀？哎，要不你让尹建平给你拿这笔钱，反正你们俩也没离婚，他总不会不管你和豆豆吧？我是不会开口求他的。我想好了，把车卖了，这个餐厅我开定了。王姐，我不干了。为什么呀？杂志社出事了吗？沈冰，他存心报复我。他先是让何总把我调到他手下，然后做实习生的工作，然后让我给他打杂。本小姐不想被他挤兑，干脆辞职。这真是太过分了，他就是明摆着要逼你走嘛。真是欺人太甚。何总呢？他怎么说？何总出国去了，我倒是要看看沈冰能有什么好结果。对不起啊，这肯定都是因为我。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反正我不想受沈冰的气。别的什么打算目前还没有。不如你跟我一起创业，我们姐妹俩一起经营这家小馆，可能就是怕太委屈你。什么呀，我求之不得呀！这样咱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。可是经营小馆要起得很早的，每天还要自己去菜市场买菜，
晚上还要等客人走了才能回家，会很辛苦的。我知道，我不怕，至少不用看人家脸色，至少不被人家算计，再辛苦都值得。我说开小馆的时候，你干嘛不说这些话呢？哎呦，但是田妮，咱们丑话可要说在前面，你跟我可都没有当老板的经验，而且做生意开餐馆又是第一次，如果一旦亏本的话，哎，呸呸呸，别说不吉利的话。既然咱们一起做，风险咱们一起扛，赚了钱咱们对半分。不用说，我当然知道你不会亏待我啦。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合伙人了。太好了，让我们拿出在杂志社做杂志的精神，把这家小馆经营起来。我就不信做不好的。太好了。哎，汪姐，那咱们小馆叫什么名字啊？名字啊，我还一直都没想呢。这2天光忙着拉菜谱了，所以名字一直都没起。不如我们现在起吧？啊？你觉得叫什么好呢？哎呦，这又感觉突然像回到编杂志时咱们一起讨论专题。那就取你的名字，汪晴小馆，怎么样？汪晴小馆不好吧？这名字也太没想象力了，而且又不能表达出咱们是卖什么的。况且我又不是名人，不好。那取你和我的姓，汪田小馆，哎，好不好？虽然不知道是卖什么的，但至少表达是咱们姐妹的店。汪田小馆，哎，不好，念不顺，不好听。我觉得倒不如简单明了一点，就田小馆吧，也不用什么想象力了啊，唇齿留香，甜在心里，直截了当，你觉得呢？田小馆，甜小馆，哎，不错啊。真的吗？谢谢夸奖。那就叫甜小馆好吗？甜小馆，对，甜小馆。志明最近老是搞到半夜才回来，难不成又跟汪晴死灰复燃？我得找个人问问才行。有话快讲。怎么了？你吃了炸药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忙着呢，没空跟你磨牙。说重点吧。好了，对不起，你不要生我的气。你骂的都对，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。贝贝，我已经得罪了汪晴，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个好朋友。既然如此，你又何必当初啊？我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，我们约个时间见面好不好？没空。包是买给妈的，保健品是买给爸的。如果再有新品，肯定是更完美了。那你去那边看看，我自己在这边转转。啊，知道你累了，那我马上过来找你了。好。哎，汪姐，你买这么多菜，咱先做哪一样啊？砂锅鱼头吧。哎，好啊！你都不知道，我昨天把所有的程序都给背下来了。这砂锅鱼头啊，就得用热油煸香，再加上热水，然后再用这个粉丝、葱、姜、蒜。豆豆，你跟谁来的？啊？这么巧？尹总，这么巧，全家出来玩？这么巧，买东西啊？是我孤家寡人一个，也要生活，哪有你们这么幸福啊？一家大小出来逛街，真的羡慕你啊！是，那行，你先忙，有机会再聊啊。好，不打扰你了，改天再聊。
正好拍张全家福吧。来，靠近一点，尹总，把手搭上去。来，1、2、3，乐一个茄子。再来一张，1、2、3，拍全家福啊？帮我跟建平也拍一张吗？嗯。哎呦，手机没电了。汪姐，咱们走吧。对啊，快走吧。汪姐，咱们。你呀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你干嘛跟他们还扯上关系？你干嘛呀？你也不分场合。不分场合？谁不分场合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, the subscriber。死赔赔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关机？叔，我去楼下超市买点可乐。好，早点回来啊。哎。来了，贝贝姐。哎，搞什么呢你？电话也打不通。哦，sorry，忘充电了。都几点了，你还在睡觉？快点去洗澡。好啊，好，哎。喂，咱不是去演戏吗？你干嘛弄得兴师动众，跟真的似的？当然就得像真的啦，演戏也得真的演，装也得装得像啊。你就当今天去见你真的岳父岳母，咱能随便穿吗？咱不就去吃个饭吗？不用这么麻烦吧？懂什么呀你？这叫印象分，你得给我叔婶留个完美的印象。还有啊，我哥今天也会回去，你还得过我哥那一关呢。就你那个陈世美哥哥，哎，他和那个女的怎么样了？怎么那么八卦呀？管好你自己的事儿，怪烦死了。烦死了！你烦什么呀？唉，你说，要是我叔婶不同意咱们俩，怎么办？你可真逗，咱俩本来就是假的，他不同意岂不正好吗？说什么呢你？你以为我让你好好表现是为什么呀？我就是为了让他们以后别让我去相亲了。你可别帮倒忙。起来，别比这，快点。哎，等会儿，怎么啦？犹豫啦？不是，我想起一问题哈。你说这二老万一看上我，不是说万一啊，那我岂不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了？那你下半辈子得对我负责啊！谁对你负责呀？咱们俩又不是结婚，他们能天天跟着我吗？你放心吧，你只要帮我过了这一关，以后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喂，今天他在旅行社是干什么的呀？导游，经常带人出国玩呢。啊，出国呀？这么说他去过很多地方，见多识广了。那当然，人家干的就是这工作呀。小伙子长得还可以，就是有点白。不是，我是说他岁数多大呀？怎么那么显小啊？好像跟我一样大。同岁啊？